就蹦一聲，你來個火燒啊，蠻感傷的啊。哎呀然後這邊曾經很繁華，不知道怎麼搞到突然變這樣子。現在人家走會出來呢，比較激動了，還心接來，還是啊，這個40人命是要安怎？廢墟與 Liminal Space， 這兩者是我開始接觸攝影以來就持續在關注的議題。去拍攝他們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說，能否透過影像去書寫關於空間的故事，藉由影像搭配文字去延展過去、現在以及未來。作為說故事的角色，我希望能夠讓各位去認識某時某地曾經有個這麼樣的空間。嗨，我是冠霖，歡迎回來。開頭稍顯沉重一點，我們緩一下好了。這次影片的內容呢，我將把鏡頭帶到高雄，為各位介紹3種不同類型的空間。把時間線拉回4年前的2021，我拍攝了一部以高雄底片之旅為題，介紹了作為鹽埕區的一棟40年屋齡，被稱之為鬼屋的城中城大樓。這種住商混合大樓曾經有百貨、戲院、溜冰場，隨後因為商圈轉移而逐漸沒落。1至6樓廢棄，7至11樓成為承租給弱勢者的低價套房。那麼，為何鹽埕區會沒落呢？1989年發生了高雄地下街大火，它像是壓垮脆弱商圈的加速器。這起事件使得年輕人的生活圈逐漸外移。1990至2000年間，高雄城市發展往東擴張，重大建設集中在苓雅、新興以及鼓山區。新商圈例如新崛江、巨蛋商圈興起。這使得城中城大樓在2000年後的格局成為缺乏安全機制且藏有幫派、性產業的高犯罪率空間。時間線到了2021年10月14日的凌晨，距離我拍攝結束的1個月後，一名女子因為感情糾紛，酒後點燃的灰燼未熄滅，這導致大樓內部堆放的易燃裝潢物迅速燃燒，共造成46死的慘劇。事件過後，高雄市政府徵收土地，拆除危樓原址後，改建為府北公園。此處成為某種記憶空間，也是都市歷史斷裂的痕跡。隨後，我來到位於苓雅區那棟至今在 Google 地圖依然標示暫停營業的高雄85大樓。原名東帝士85國際廣場，1997年完工，在101大樓竣工前是全台最高的建築物。大樓初期設有百貨、主題樂園、酒店等多重商業機能，然而這些營運模式卻無法長期性穩定人流，加上一起著名的意外。1999年12月23日，發生由建台百貨設立的魔幻嘉年華遊樂廣場，一名國中生被遊樂設施夾斷頸致死。隨後，日本大丸百貨撤出、賣場閒置，以及開發商東帝士集團掏空案等問題發生，使得85大樓的經營越來越困難。隨後面臨法拍、混亂的產權關係，長期無法找到穩定的管理策略。過去幾年，大樓也逐漸成為治安死角。警方多次查獲不肖人士從事吸毒、性交易等不法情事。85大樓總共有3種出入口，位於星光路的這一側是君鴻國際酒店的門口，曾經是85大樓內唯一的5星級飯店。
後來在2019年7月歇業，如今門口堆滿了各種雜物。另一側的3多4路也是大門深鎖的狀態，而到了後門，據說可以搭乘每分鐘600公尺的上升速度，僅需43秒就可以抵達75樓的觀景台電梯，也是徹底廢棄的狀態。其他樓層現在都是1樓到12樓沒有，12樓它很大也都是空的，現在他們都在飯店的那個，等於是他這邊旅店和饭都是，他有等於都在12樓，那個等于一個門市一樣的，完了弄完了他就帶你上樓看哪個房間，再帶你去。好，這個類似是這個樣子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謝謝你。好，很慢走。好。目前僅有自強3路這一側可以進入大樓。進去之前，我詢問了大樓警衛目前樓層的狀況。而在前往12樓之前，我先到地下停車場晃晃。接下來便會看到如同 liminal space 般的空間格局。地下3樓至地下5樓的停車場空間，老舊的機械車位伴隨着非常明顯的環境低頻。等待快門結束的那幾分鐘，你總有一種被不知名生物注視背後發涼的壓迫感。地下2樓至11樓的這幾個樓層，曾經是百貨商場、遊樂中心，現在完全是不開放的狀態，甚至連個電梯的按鈕都沒有。來到12樓，就是辦公大堂與商場區，各種出租中的商辦空間呈現出人煙稀少的狀態。游走在這個空間中，真的給我一種近似在三重湯城的感覺。其中這間空蕩蕩的出租空間，落地窗貼着85大樓的壁紙，如今在人群鏤空的狀態下，顯得格外諷刺。接着，我必繼續搭着電梯，13至37樓會是諸多商旅提供的住宿空間，我認為也是85大樓開放的樓層中 liminal space 屬性最強的地方。吸引我的首先是老舊帶有明顯霉味的走廊空間。每個轉角的牆面上都掛着帶有歐洲風情的複製畫，再來是相當清晰的電子高頻貫徹着整個樓層，就像是這個領域自帶的背景音樂。游走在這個空間中，我似乎像是掉進了85大樓版本的 The Back Room， 帶有橘黃色調的廊道幾乎看不出差別，我仿佛失去了方向感，不斷地在空間裡鬼打牆。85大樓，它見證了台灣當年爆起又爆落的房地產市場，也作為許多90年代高雄人對於自己的家鄉成為國際城市的向往。16年前，宇宙人的要去高雄 MV 裡背對85大樓的畫面，以現在的角度看待，不曉得有一種莫名複雜的心情。劍湖山世界盛大推出歡樂嘉年華，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15分鐘到達。劍湖山世界歡迎您，只要888就可去六福村玩3個月。耶！六福村，全家一起出動，往夢幻的樂園出發。文化村連結日月潭，歡樂無限大。
小時候，無論國小、國中還是高中，每逢畢業旅行季，大家都會提到369，分別是劍湖山、六福村跟九族文化村。這3個曾經是台灣主題樂園的霸主，到後來又新增變成1369。那這個1呢，指的就是位於高雄大樹區的義大世界。時隔4年，我再度來到此處，並不是要去 Outlet 或者是遊樂園，而是在這個空間的隔壁，天色一暗就徹底無光的義大第2期別墅開發區。意外的是，4年後的今天，我所看見的廢墟就像是時空膠囊一樣，這裡幾乎沒有任何外在的變化，不只是沒有更新，甚至連侵蝕破壞痕跡都微乎其微。我把腳架擺放在印象中的位置，幾乎不需要調整任何角度，就可以拍出跟4年前高度重疊的畫面。義大2期，它本來應該是義聯集團打造高級住宅的聚落，卻因為被市府認定超容積並違反建築法令，最後的結果是義大2期被撤照並且停工，導致這塊土地成為蓋了快15年都還沒蓋好的爛尾樓。不是因為資金不足，也不是因為買氣冷淡，而是政府與企業溝通失衡而導致的結果。面對照耀不同色光的摩天輪，讓這棟無光的爛尾樓即使在夜晚也能獲得微弱但有感的照明。當下使我產生一種錯覺，我好像在拍一個可以走進去的超大模型。這可能也是一種 liminal space， 一種高雄的都市傳說。透過影像去觀看這些空間，它反映出一個城市，它是如何發展，它是如何失敗，它是如何停滯。那關於說城中城大樓它的消失也好，85大樓它的沒落，以及義大別墅區它的中斷，它看似都在高雄不同地區，好像沒有關係，但其實他們都指涉了同一件事情。關於說城市發展，它未必是持續進步的，它有可能會停下，或者是走錯路，甚至忘記自己原本該成為什麼樣子。高雄非常大，我相信還有非常多值得好好關注跟拍攝的失落空間。我也希望這個計劃能夠發展成非常長久，以年為單位的一個專題。透過這些影像喚起眾人對於這些空間的記憶。如果你們身邊有任何你覺得很值得推薦的失落空間，或者是廢墟或 liminal space 的話，都歡迎分享讓我知道。也許未來的某天，我會實際到現場去感受、去拍攝，也發展成如同現在這樣子的一個影片專題。不過在結束之前，我覺得我還是想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今年，因為畢竟這次已經是2025年的最後一支影片了。我覺得從年初到現在年底的這段時間，我真的拍攝過非常多讓我覺得很難忘、很特別的影像。我也去過很多，我覺得蠻感激當時的自己有到現場的地點去完成它、去感受它。那當然要講，我覺得非常可惜的部分也是很多，包括說原本預計要在今年完成的計劃或影片，可能受到諸多原因，也有可能是拖延症，一些複雜的原因，導致於它可能要拖到2026年，甚至都還沒有辦法去確定它是否會完成。所以那其實對我來說，會作為一個創作者有充滿很多的挫折，因為我還是相信說，其實一些影像或素材，它最需要的就是被創作者完成，無論它是以影片也好、書籍、攝影展覽，
我覺得這種有始有終的狀態，它才是一個創作者對自己的素材負責任的態度。那我也希望說，在講到這邊，就是它能夠成為我2026年的一個願望，就是好好的去把我真的很在意的主題，能夠逐一的去完成。然後它不應該就是停留在我的硬碟或者是我的記憶卡裡面，它應該要被我看見，也要被熒幕面前的你們看見。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好的創作的責任。好，那講那麼多，我還是想說，謝謝熒幕中的你們願意去持續的支持我所做的這些影片。那當然，如果有任何你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，或者是有任何的回饋的話，也可以在影片的留言處分享，讓我知道。這是作為創作者的我來說一個非常大的動力。那影片也就到這邊告一段落，期待2026年與你們的相見，我們下次見。